关窗，防火防盗。关门关窗，防火防盗。 很好，再一次，吸，呼，谢谢，大家请坐。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的。今天我们的养生延年益寿讲坛到此结束。首先呢，要感谢我们大理寺首席萌宠谭双叶姑娘为大家带来延年益寿养生舞。谢谢大家。健康和长寿是人们生活永恒的主题。今天我们一样为大家带来了永葆青春特别手信。今天我们的手信呢是凡社特制，由前朝御医监制的延年益寿养心草。我们给大家的价格呢是10文一包，好便宜啊！我来10包，我来20包。大家不要着急啊，排好队，排好队。供应量有限，先到先得，每人限购1包，过时不候。大家排好队，不要急，不要抢，争做长安好百姓。好，来，给10文。行了，来借光。哎，你们听说了没有啊？那个西域啊，来了个戏班子，已经来了好些天了，在东市已经演了好几10场了，场场爆满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呀，人都说了，没看过的那就是落伍了。发财的机会来了，干嘛？赚钱去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有多厉害啊！啊，不但那个戏啊唱得好，而且那个皮影啊，听说做的惟妙惟肖，跟真的一样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只要他们一卖票啊，瞬间抢光。那你看过吗？没啊。所以我想去看嘛。我也想看。没票。卖没了。再说，哎呀，记账的呀。有空跟我去看戏啊。出事了，老大。紫苏，你要跟我走一趟。怎么了？跟你父亲交好的护肤使昨夜离奇死在家中。啊？昨夜府中可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吗？回禀官人，没有看到任何人。那府中安保森严吗？守夜的是个老仆，但是昨夜他睡着了。那就是说，外人有可能溜进来是吗？不会的，除了他之外，家里还有很多仆人。如果有什么动静，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知道的。少卿，有些奇怪。怎么了？这个护府使的头颈和右手被砍断，颈部是致命伤，所以右手被砍下来，只能说明凶手是蓄意为之。
伤口呈锯齿形状，但是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而且，为什么是右手呢，而不是左手和脚呢？还有，护符使没有其他外伤，也没有挣扎的痕迹，应该是在睡梦当中被人杀死的。能杀死睡梦中的护符使，并且轻松出入府邸没有被发现，一定是府中内部人作案。官人，您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我们这些下人都是靠着主人吃饭的，他一袭去，我们以后的生计都没了。而且我们做下人的，怎么敢谋杀自己的主人呢？谅你们也不敢。李绍兴，李绍兴，这人说有话要禀告。松开他，让他说。是。谢官人。昨夜，小人打更时，看到一件空荡荡的戏袍飘进了护府使家中，当时我魂儿都吓没了。你还记得是什么时辰看见的吗？大概是丑时。丑时。没错，与护府使死亡的时间相符。护府使的事情，你跟进的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。子苏，你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吗？护府使与我交往甚密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在朝堂之上，他跟咱们家是共进退的。我现在担心，凶手会对上官家有所觊觎，所以这个案子必须尽快破了。你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。来，老大，来，老大，来，收，哇，快，来喝汤，鸡汤。谁说要喝汤了？这鸡汤里我放了红糖和大枣，辟邪的，大补啊！行，知道了，放这走吧。不是，你这得喝呀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这用脑过度，你这身子虚啊，身子虚就容易招。放这吧。老大，其实我做这些吧，都是为了你好，对吧？你说你这么常年熬夜吧，身子吧就会虚，身子虚吧，气就虚，气虚嘛就容易招鬼。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哪有鬼啊？哎呀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这回真的被我猜中了。你猜中什么了？你知道吧？我今天在阳平坊跟那个大娘聊天的时候，那大娘跟我说，那天晚上好多人都看见，半夜在街上穿着戏袍飘来飘去，边飘边嚎，好多人看到，特别吓人。好多人看到了？那可不，真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啊，搞得人心惶惶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呀，以后夜里啊绝对不能出门。走，去哪儿？出门。有鬼呀！有鬼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小时候还偷过2只鸡，打过邻家小孩，还跟我娘编过很多瞎话。除此之外，我啥坏事都没干过。你可千万别找我啊！这老东西终于死了，我能睡个好觉了。是，哎，
我觉得我们应该喝酒来庆祝一下。走，哎，走走。哎呀，洗衣水渗进伤口里了。没事没事，已经快好了。我那还有草药，回去给你敷上几天就好了。你这还算好的，前几天我被主人杖责，我这屁股疼的跟火烧似的。没事儿，以后再也不会吃这种苦了。是啊，咱们呐真得感谢老天爷。走。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一点都没有。家父与护符使有所来往，如果不尽快找到凶手，我担心会对家父不利。我调查过了，护符使素来忠厚老实，没什么仇人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一出门四处都黑影，我老怕有鬼追我。怕鬼伤害到你们，不就是鬼吗？追我也就追了嘛，谁怕谁呀？哼！哎呀，紫苏姑娘，你知道我一向都是尽全力保护老大的。对了，这么晚了，你说以后不要乱跑啊！一会儿我送你回去啊。行了行了，案子查怎么样了？哦，对了，差点把正事忘了。我去了护符使的府上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哦，这个护符使啊，有虐待仆人的恶行哦。虐待仆人，手法极其残忍。他的死啊，每个仆人都觉得大快人心，都跟过了上元节一样，高兴极了。这算不算是报应啊？官人，这就是仆人的房间，实在是给官人添堵了。这儿确实味道比较难闻，我们平时呢也很少清理。这不瞒您说，我们主人呐平时比较节俭，不准给仆人们多花1分钱，所以呢吃的住的都不太理想。下人犯了错，主人为了惩罚，还会给喂猪食吃呢。这是，这就是那个赵老六的床铺，这几件衣服也是赵老六的。这主人一出事儿啊，他就请假回家了。之前他因为偷奸耍滑，经常被主人责打，有一次啊，差点被活活打死。那次是因为啊，赵老六和伙房下人赌钱，主人得知此事，那人收到风声逃了，结果赵老六挨了顿揍。不过这人他确实也该打，贪财懒惰，一点仆人的样都没有。赵老六，为何护符使死后你就匆忙离开？是不是杀了人？你心虚逃走？你给我从实招来！冤枉！真的冤枉！真的冤枉！我是收到家书，说贱妾病重，苦命不久矣，我才匆忙回家的呀！真的是冤枉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官人，冤枉！冤枉啊！人赃并获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先用戏袍杀人，又装神弄鬼，害得坊间传起鬼魂杀人的传闻，好证明你不是凶手。你可真是个忠仆！冤枉啊！冤枉！我冤枉啊，官人！带走！冤枉啊，官人！云儿，云儿，老六，冤枉啊！云儿，老六，找大夫给他看一下。是。瓜子花生小核桃2文钱1包，边吃边看了啊！瓜子花生不香不要钱啦！哟，就指着这个赚钱啊？要你管？哟，等人呢？没呀。他不会来了？你咋知道？我自己看戏。嘴硬。
哎，瞧一瞧，来看一看了啊！瓜子花生大枣桂圆，不香不要钱。别着急，马上开始。先吃点水果。难得今天有空，再等等。表演结束了，歇一会儿吧。这件案子就拜托上官公多多费心了。请留步。今日多谢您的宴请。哎，说什么见外的话？你我两家不就是一家吗？以后在朝堂之上还得彼此多多担待呀。哎，您客气了。您还这么客气？一点薄礼而已，还望笑纳。告辞。恕不远送。啊。没什么事了，你们都散了吧啊！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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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好你个蔡阳，咱俩事先有讲，单对单决战，为何你的兵将又未了上来？在哪里呀？在你的身后，待我看来看得到。就一个人啊！就一个人啊！正好。有什么新发现吗？这两起案件作案时间相近，手法又相同，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监察使遇害当晚，我还陪家父上门拜访过。如果再不尽快找到凶手，恐怕我父亲也会被牵扯进去。赵老六已经被抓，如果没有同谋，那他有可能是被栽赃的。假设第一个案子和赵老六无关的话，这个案子的线索就又断了。这两个官员我很了解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互相并不认识，在朝中也没什么共同仇人，不知为何被联系在了一起。一定不是偶然，一定有联系。可是联系在哪儿呢？我再找找废弃卷宗，看看有没有新线索。这回除了头被砍掉之外，腿也被锯掉了。护府使的尸体也是这样。护府使是被砍掉了右手，看来凶手是故意为之。可是什么原因呢？死者伤口的切口处呈锯齿状，
看起来不像是被中原的兵器所伤，而且伤口是被切割多次才变成这样的。你们昨天夜里有人看到什么奇怪的人出入吗？没有，跟往常一样。戏如人生啊，这也太不可思议了。怎么啦？你又有什么话说？这皮影戏你们都没去看，谁有你那么闲？你不当时还去卖坚果呢吗？我在工作赚钱，你的工作是什么呀？工作说正事。我是要说皮影戏成真了，这两个人的死法跟那斩菜阳里一模一样。难不成真的是戏鬼杀人？这两件案子和戏班子联系太过紧密，看来此事有蹊跷。那这皮影师从目前来看，应该是最大的嫌疑人了。要不先审审？各位官人久等了。我腿脚不便，没法好好招待，还请各位官人见谅，见谅。不必客气。你知不知道前2夜发生的2起命案？听说了。这2起命案的死法都和你演的皮影戏中的戏人一样。竟如此巧合？我们怀疑是你使用巫术作案。太可笑了吧？难不成我会巫术？光凭你一张嘴，我们怎么相信你啊？你们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所说的案件发生的2夜，我都在演出，在场所有的观众都可以给我作证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会不会是你皮影戏中的人出去做的案呢？他们要是能动，那就好了。一定杀尽天下恶人。省得我自己动手了。老人家，哎，您一直在这看门吗？啊，对啊，我在这儿看门看了很多年了。老人家，请问这个皮影师平时你常见吗？偶尔能见到。那你仔细想想，他前2夜可有什么异常？他可能和多起命案有关。命案？什么命案啊？他可能会用巫术杀人。巫术杀人？可是那个老外，他一直在屋子里面鼓捣他那些个演出的器具，从来没出过门呐。那他平时有什么奇怪的行径？这个皮影师啊，个子挺高，但是他腿脚不好，行动也不方便。这平日里除了演出，很少出门，就闷在屋子里边制作皮影人偶，也没见有什么奇怪的。这个人虽然少言寡语，平常即便碰到了也没什么话。不过这人挺有善心的，经常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人来找他，他呢也是来者不拒，每一个人都送吃的。我觉得这个人呐还挺不错的呢。哎，我看戏的时候见过一个侏儒，一晃就没影了。这也不像是会用巫术杀人的人呐。
看看。自画像啊？我明明画的是你呀。是我呀。这么一看，我还觉得挺美的，眉目如画，气质脱俗，非常有几何感，充满了画者对模特的浓厚情感。是吗？嘿，别夸我太多，我这个人很容易骄傲的。哼，别瞎扯了，仔细看看，这是人体局部。等等，我认识。真的假的？我脑袋都没画成这样，你也认识啊？这个锯齿状的，应该是波斯特有的短刃锯，异常锋利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之前在塞外跟他们打过交道，挨一下伤口很难愈合。这什么呀？是吃的吗？这什么呀？是不是好吃的？一个监察御史想追求我，献殷勤，送给我的小礼物，会不会很贵啊？嘿，咱们打开瞧瞧。我都没舍得打开。哎呀妈呀，这什么恶心玩意儿！我还是更喜欢这幅充满了丰富情感的画作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和你很配啊。你留着吧，我要把这个裱起来，谢谢。啊。上次咱们去调查的那个老者走漏了风声，现在皮影师可能会巫术的消息已经传遍长安城了，城内现在都人心惶惶的。我听说了，那帮官员更甚，他们觉得一到戏中有人死，就会死一个官员，然后就想到了自己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已经有数个官员给我捎信，让我尽快破案保护他们。一帮贪生怕死的家伙。朝堂内外都闹成这样了，怕是对咱们也不利吧？重大消息！重大消息！我刚在监察府得知，赵老六以前在监察府当过下人。凶手不可能是赵老六。不应该啊，他也有重大杀人动机啊。我去大牢里观察过他，他一直手里握符，为妻子祈福。他应该真的是因为妻子生病而请假回家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那个皮影师在作祟，只是没有证据，也没法传唤他。有什么发现？死去的两人都和当年一起看奇异表演，导致演员受辱自杀的案件有关。可是组织那场表演的官员早已病逝，案件不了了之。我是查阅了废弃的刑部卷宗才得知的。怎么了？当时把这个案子压下来的是我父亲。哦，蔡阳，你身后带来这些兵将，即使你杀了我，也算不得英雄好汉。众将官有，退出屋里安营等候。是。哦，蔡阳啊蔡阳，咱俩就来个决一死战，看那刀！看那刀！好
太阳，咱俩事先有讲，单对单决战。为何你的兵将又未了上来？在哪里呀？在你的身后，待我看来，看得到。大家想必也都知道了，最近的官员离奇死亡的案件。没错，就是我做的，正是我引导傀儡杀了2位官员，而且不光如此，此时我的另一个傀儡正在准备杀掉上官。我希望大家相信我，他们都是罪有应得的，他们都该死。有蛇！小心！哎，这难道是蛇仙？也太邪门了！是啊，这也太邪门了。大理寺办案，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闲杂人等一律回避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怎么了？不是皮影师所为，也不是蛇仙杀人。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都已经认罪了。杀人的根本就不是你，或者说，直接杀人的那个人不是你。把他左脚的鞋子脱掉。当年内宗官员观看奇异表演，导致演员自杀的案件，你也是当事者之一吧？看门的老者告诉我们，常有奇形怪状的人来找，而且3炮看演出时也见过一个侏儒在太口晃。我想，那应该就是协助你作案的侏儒吧。侏儒个子小，行动快，为了栽赃陷害，他想必早在赵老六离府前就把戏袍藏在赵老六的行李中了吧？四娘那个人偶是你亲手制作，由侏儒寄献给护府使，再转赠给监察使的吧？那上面有淡淡的迷香，闻了之后人就会浑身绵软，手足无力。侏儒就趁此机会跳出来杀人。随后你用毒蛇做障眼法，想让侏儒在脱掉戏袍之后能顺利逃脱，掩人耳目。在上官家发现的戏袍里面，有一个与皮影师后台同样的支架，正好能让一个侏儒躲在其中操纵杀人。由于他力气小，砍掉手脚时费了很大力气，连砍带锯，才会呈现那么奇特的锯齿形伤口。还好四娘看出了那件兵器的来历，正是你们波斯产的短刃锯。紫苏查到了当年的卷宗，多年前由一个波斯人组成的戏班来到长安，工部侍郎邀请诸多高官来观看，其中就包括你前2夜杀死的护府使和监察使。在表演过程中发生了双头女受辱之后自杀的案件。什么双头女？她有自己的名字，她叫萨拉。她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她
他说他想看看大唐的风光，我才带着大家千里迢迢来到长安演出。是那群畜生，是那群畜生害死了他，他们连禽兽都不如。所以你带着戏班再次出现在长安，就是为了给萨拉复仇？不只是萨拉，我要让那些伤害过姬星人的畜生付出代价。那个该死的工部侍郎染病暴毙，而剩下的全都该死。那上官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上关公？就是他把这件滔天罪案压了下来，官官相护，他只会想着自己人。难道因为我们天生缺陷就可以肆意辱骂虐待吗？他们由此下场都是报应，报应。把他带走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已经替莎拉报了仇，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。他们都是无辜的，请不要为难他们。凶手已经查明。很好，不过一定要切记，消息一旦传出去，对上官家的声誉也会有所影响。我自然明白。过2日有支前往波斯的商队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把盘缠备好，让他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吧。案子都破了，官爷还有啥不爽的呢？破与不破没区别，没什么区别。本来应该是震惊朝野的大案，被生生唬住，居然说怕动摇国本，可笑至极啊！一国之本若如此容易被动摇，那我们还要这功干什么用？可笑至极，可笑至极，可笑，可笑至极。习习古风，以音以语，民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风采飞，无以下体，得阴